见者有份，今夜全场消费由本少买单。谢谢大少。我去，想不到我秦向阳落魄了30多，还有这么有福的一天。这样的生活果然爽飞了。大少爷，你把人家丢在岸边，人家要无聊死了。那怎么行？多亏我这张脸长得跟秦家大少爷一模一样，现在我被当做他的替身，花着他的钱，过着他的生活，这就是神仙日子呀！大少爷，我这里有个大宝贝，你想不想看？不急，我先给你看。少爷，你怎么了？都别动！秦向阳，毒药的感觉怎么样？你要杀我？你不会真的以为长得像大少爷就能真替他继承秦家的万亿家产吧？让你拿着10辈子都赚不到的家产，潇洒这么几分钟，已经很便宜你了。剩下的你不必操心。你骗我！不错，我只是利用你和你这张脸蛋儿，把秦家的家产捏在手里罢了。这就叫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说得好，但黄雀背后还有老鹰呢。秦朝天，怎么是你？这一针是你亲手配的毒药，滋味怎么样？叶律师，你该不会真以为找了这么个赝品来假扮我哥，就能瞒天过海，把秦家的财产都抢走吧？你都知道了？呸！把钱给这个臭屌丝，简直作孽！苏护士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很满意。能为二少爷做事，是我的荣幸。除掉这2个人，现在秦家彻彻底底是我的了。大少，您醒了。大少，难道刚才我是在做梦？我没死，我没死。大少，该打针了。苏雨宁，怎么是你？大少，您又在说笑了。人家负责照顾您的身体，不是人家还能是谁呢？打针，照顾？难道我重生到了1个月前，刚被当作替身，假冒秦家大少爷的那天？不，我不打。大少，您昏睡的这一会儿，人家可要担心死了，心脏现在还扑通扑通跳呢。听话，1针就好。上一世我就惨死在他的针下，这次我绝不会再上当。而且我还要用财阀大少的身份查清真相。我说不打就不打，把针放下。大少，你要干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这针的成分可不单纯。是不是还谋划着1个月后用它害死我呀？大少，您说什么？人家听不明白。不明白？那我就说明点儿。是秦朝天拜你来的吧？假借看病之名勾引我，找机会将我害死，这样他就可以独吞秦家的亿万家产，对吗？少爷越说越离谱了，这是你们之间的事，人家不知道，人家只是担心您的身体。担心我？好啊，那就把针剂来源说清楚。少爷，您弄疼我了。我不会伤你，
但你必须说清楚，针里到底加了什么？二少爷，您找我。你确定他真是我哥，不是你找来冒充的？目前所有外部资料都能对上，只要继承仪式顺利，他就是秦家的大少爷。二少爷，不好了，大少爷扣下了雨宁小姐，还封存了今天的药剂。他敢扣我的人，走，去看看他想干什么。表现不错，至少现在我知道谁急着让我闭嘴了。秦向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没事吧？秦朝天，我可不是你大哥那种任人摆布的人。既然我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那他的继承权现在就是我的护身符。秦上阳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。我的护理药剂为什么会经过你的人？你少空口指控！苏雨宁进疗养会所前见过你的人，药剂入库前叶律师签过字，你们一个比一个干净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审我？看清楚，继承仪式前，我是秦家长子，秦氏第一顺位继承人。你现在站在我面前，先学会规矩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凭这份股权预授权，凭董事会明天要见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站着！你又想干什么？本少还站着，你有什么资格坐？叫我什么？秦向阳。通知董事会，二少爷对第一顺位继承人身份有异议，建议暂停他名下所有临时授权。等等，叫我什么？大哥。够了，秦向阳，他毕竟是你弟弟，秦家的二少爷。听见了吗？我是他大哥，秦家的规矩不是让他拿来踩的。你给我记住了，只要我还在，秦家的产业就轮不到你说了算。秦朝天，这一世我会用你们最在乎的规矩，把你们一个个逼回原形。宋姐，结果出来前，任何人不得接触。秦向阳，你一个养在外面的替身，也敢压我？等我拿到继承权，我一定让你彻底出局。这叶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他觊觎秦家的财产，我不过是他手里的工具。上一世我用完就被扔，这一次该换我查他。叶律师，秦昭天都走了，你还留在这干什么？秦向阳，你太过分了，雨宁是来照顾你身体的，你却把事情闹到速检。董事会只会看结果，药没问题，是我多疑。药有问题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我找你回来不是让你惹麻烦的。你找我回来是为了让我顺利继承秦家。可如果我连一支药都不能查，那我继承的是家产还是现金？你别忘了咱们的协议，白纸黑字签了字，你继承秦家，事成后我们3-7分成。我没忘，可我也想问问，协议里有没有写，叶律师可以越过我，私自安排我的用药、行程和见面名单？那是为了保护你。保护我还是控制我？从现在开始，秦家的账、人、合同我都会重新核一遍，包括你手里的权限。我是董事长生前的私人律师，全权管理秦家的财务大事，请你对我放尊重心。我当然尊重专业的人，但我不尊重拿专业当刀的人。你要是把我逼急了，我可以让你明天进不了秦家大门。你把我赶出去，秦朝天就能顺理成章接手秦家，那应该不是你想看到的吧？叶律师，别忘了，现在我们是同一个项目里的利益共同体，你该拿的我不会少，但你再算计我会先终止合作。你变聪明了。不，是我终于知道，秦家这张桌子上没人是干净的。回去准备明天的继承材料，还有苏雨宁的用药记录，我要完整版本。你这是在安排我？不是安排，是提醒。你要的是秦家的30%，我要的是活着拿到剩下的70%。我们谁都别拖后站位。大少爷，
秦家来电话了，请您立即回去。知道了。叶律师，今天没说完的账，下次一笔一笔算。你还是先想想，等下怎么应对秦家的人吧。不用应对，我是秦氏财团的大少爷，谁不服就拿股权、证据和规矩说话。把手伸出来。你有没有乖乖听讲？没有。那你知道不听话的下场是什么？是要受到惩罚的。惩罚我吧。秦朝天玩挺花呀。秦向阳，你来干什么？不来还不知道你还有这种癖好，关你屁事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你又想干什么？本少还站着，你有什么资格坐下？又来了一个不听话的，有脾气，我喜欢。你又是谁？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本少说话？他是父亲的贴身管家，你当然不认识。贴身管家有多贴身？专门贴身管理你那方面的事儿。董事长生前就是我在帮他打理家中大小事。大少爷，您从小被养在外面，少见多怪也正常。谁不知道秦向阳从小到大连秦家门都没进过几次，怎么配跟二少爷比？这秦氏财团一定是二少爷的，我对他越坚定站队，等他接管了秦氏，我的地位就越稳固。确实有气势。你敢打我？我是董事长生前最贴身的人，吃住都在秦家。你个从外面被捡回来的流浪汉，也敢对我动手？一条寄生虫而已，家主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董事长才过世没多久，秦家现在还不是你的呢。是吗？可本少是嫡长子，你若不服气，就拿董事长遗嘱和法务程序说话。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让座。什么事儿这么吵啊？小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还能是来干什么？你爸没了，秦家这么大的产业，不能后继无人啊。这李小明是秦朝天的亲妈，两个人串通一气，我要是不出手，他们指不定要怎么陷害我。既然涉及到继承权，我看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，因为有资格接管秦家的只有本少一个。你说什么？向阳，你的意思是要霸占整个秦家？错，不是霸占，秦家本就属于我。秦向阳，你别搞笑了，你个被养在外面的野种，你懂什么是财团，什么是豪门生意吗？就是秦向阳，你从小就不在家里，这生意上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看公司还是先交给朝天，毕竟之前也都是他在打理。怪不得这些年秦氏财团的地位岌岌可危，投资的项目都陷入瓶颈。原来都是这个不成器的人惹的祸。你懂什么？我这是积蓄力量。现在正是股市低谷期，未来一定会有一波反弹。我准备把公司流动资金全部用来抄底，转手一卖，肯定大赚特赚。精彩！不愧是不成器的人想出来的烂主意。真要听你的，不出半年，秦家就会沦落到连三流世家都不如。你说什么？向阳，你的意思是现在不适合投股票了？当然，股市的本质就是投少赚多。现在经济形势平缓，大多数人都在观望。这个时候我们贸然进入，不是等着被人割肉，瓜分给别有用心之人吗？这些都是你获得的资讯？准确的说，是预判。这些都是我上辈子亲身经历过的事，我当然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。不过我可不能眼看着秦朝天这个不成器的人赔钱，不然我还怎么挥霍？就算你有自己的想法，可投资的事你毕竟没有经验。我看还是先听你弟弟的，你跟着他学点基本知识，
再上手也不迟啊。就是，说白了，你一个秦家弃子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秦家内部的事？是吗？叶律师，你来告诉他们，我有没有资格插手秦家的事？是，大少爷。根据董事长生前遗嘱，秦家执行总裁的位置交由长子，也就是大少爷。什么？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，你撒谎！这是董事长亲自盖章的原文件，谁也不能造假。你身为父亲的私人律师，怎么能向着外人说话？我的原则是公平公正，董事长的意思我必须替他传达，而且保证顺利执行。怎么样，我的糊涂弟弟？这是父亲的决定。我现在才是秦氏集团的执行总裁，也是现任家主。父亲生前从未提起过你的名字，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把秦家交给你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要不你亲自去查遗嘱和法务记录？好了，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不能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叶律师，从今天起，秦氏集团所有人都必须听我差遣。3天内，我要为秦家赚取5个小目标。是。你知道5个小目标是什么概念吗？3天，3000天都够呛。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傻子啊？果然，强者的世界，弱者是看不透的。对你来说，这么短的时间赚这么多钱是有点为难，可换作是我，简直易如反掌。秦上阳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这遗嘱的最后还有一条呢。如长子不能胜任，则罢免其执行总裁职位。听见了吗，秦向阳？赚不到钱，你就给我滚出去，继续当你的流浪汉。那要是我赚到了呢？你要是真用3天就赚了5个小目标，那我以后见到你就鞠躬让路，恭恭敬敬喊你大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叶律师，本少要休息了，吵了这么久，清场。是，二少爷，我送您出去。哼。白老师，去哪儿啊？我刚才的话，你都听清楚了？听清了。很好，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临时助理。行程、会议资料、人员名单都由你负责，其他事别越界。我不会做这些。是不熟流程，还是不想配合？现在是家主在安排工作，你要么按制度执行，要么申请调岗。我服务董事长10年，你别以为他不在了，你就可以随意拿我立威。没错，我今天就是要立规矩。秦家的人可以有立场，但不能越过制度。站好，把这份岗位交接表看清楚。说清楚，你是秦家的员工，还是秦超天的耳目？不，你不是。那你说，越过流程的后果是什么？就要承担责任。说吧，你该怎么补救？第一，越级传话；第二，隐瞒流程；第三，站队错误。白诗诗，你要认清自己的岗位。把交接表签了。我会按流程补救。称呼也改一改。秦家现在只有一个主事人。大少爷。很好，记住今天的教训，明天准时来公司。叶律师，你去清点一下公司现有的流动资金，全部用来买盘下新户区的地皮。新户区，那不是你从前待的地方吗？我是说那个地方位置偏远，管理混乱。不重要，你只需要按项目安排推进。你可别忘了遗嘱的最后一条。叶律师，你话太多了。既然我已经把话放了出去，那这一次我一定会把秦家的财产牢牢地攥在手里。大少好。哎，
么？请。秦向阳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当然是个刺激的地方。寇锦，路上别出问题。别紧张，护具是保命的，不是摆样子的。行了，出发。目标新护区，既然决定要投资，那就好好考察一下。可你在那儿生活了20多年，没人比你更熟悉那里的环境。所以我就把扳倒秦朝天的第一局定在那儿。这就是豪门争斗，不用动手，也要分出胜负。上辈子我只想拿钱出去挥霍享乐，可惜你们偏要设局害我，那就别怪我这辈子步步为营，把秦家的主动权拿回来。秦向阳，公司的流动资金已经全部按照你的意思用来买下新户区。漂亮，不愧是父亲留给我的得力干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先别高兴太早，要是赚不到钱，你继承人的位置可就保不住了。笑话，我的字典可没有赔钱二字。大少爷、二少爷和夫人回来了。废物，你还好意思坐在这儿？说，家里的钱是不是都让你拿去买什么烂地皮了？这么快就忘了和你大哥说话的规矩，脸又不疼了是吗？你少狂妄，拿钱去买鸟不拉屎的贫困区，作孽！向阳，你真的这么做了，让人去盘新户区？是，小妈，我没说错吧？这孙子懂个屁的投资，他这是要把我们整个秦家害死！秦向阳，不是我说，炒地皮本来就风险极大，资金回流慢，变现周期长，被套进去的大有人在。万一出了事，我们秦家可就亏大了。想不到小妈一个被包养的金丝雀，竟还懂这些。但我可不是某些无能废物，我的投资只要出手，必赚。吹得好听，你倒是说说，你如何赚到这个钱？跟聪明人说聪明话，跟废物说的再多都是废话。以你的智商，就算我说了，你也根本理解不了。还敢嘴硬？我看你是压根儿说不出来，在这找借口吧。秦向阳，我不管你爸在遗嘱上说了什么，但凭你现在的表现，你压根儿担不起执行总裁的重任。就是，你还不赶紧识相点，把总裁的位置交出来。想我让位，你没那个资格。我早上刚得到消息，新户区大量居民外迁，地皮价格急速贬值，你这次至少赔了3个亿。什么？3个亿？秦向阳，秦家怎能容得下你这种窝囊废？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下一步你是不是准备大权独揽，取代我，霸占整个秦家？是又怎样？秦家不需要只会赔钱的废物。况且父亲遗嘱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若不能替秦家赚钱，我们就有权罢免你。现在是9点50，没记错的话，10分钟中市里就会下达建设新湖经济特区的文件。到时候全市的经济命脉都在这个地方，赚钱简直易如反掌。10分钟后，新户区地价就会翻涨数倍。我手里的地，少说能赚5个亿。10分钟你就想扭亏为盈，你真当我们都是傻子吗？秦朝天，我记得之前咱们打了赌，看我能不能3天赚到5个亿。现在要不要再加点赌注？加什么？如果我输了，我不仅交出执行总裁的位置，而且主动放弃继承权，从秦家消失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自找的。
那要是你输了呢？我不可能输，你死定了！你怕我？放屁！要是你赢了，我不仅以后尊你为大哥，见到你就磕头问安，而且我还愿意把我名下的那家医药公司送给你。医药公司，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生病的？这个行自古以来稳赚不赔。好，就这么定。够了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有心思玩过家家？秦向阳，我命令你，现在立刻把手里的地皮全都抛出去，一片不许留！不抛。你说什么？塞到手里的5个亿，为什么不要？到现在你还在痴人说梦，秦向阳，你脸皮真够厚的。及时止损的道理你不懂吗？你已经赔了3个亿，再亏下去，只怕秦家要资金停滞。我说过，这单生意只能赚，不会赔，所以小妈你的假设根本就不成立。我现在以秦家长辈的身份，要求立即执行你父亲的遗嘱，罢免你总裁的位置。叶律师，你来执行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这可是董事长的亲笔命令，你要是存了私心，非要偏帮这个败家子，那我一样可以解雇你。夫人，小妈好威风，我现在是秦氏集团的掌舵人，除了我，没人有权利解雇叶律师。是吗？那如果是董事会集体决定要将你们赶出秦家呢？二叔，您怎么来了？二叔，这是你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你父亲生前跟他关系非常差，此番来者不善，你一定要小心应对。放心，夺权这种事，人多管屁。就算此刻我爹活过来，也只有我秦向阳能做我秦家。二叔怎么劳动大驾过来了？是要插手我们家内部的事？董事会收到消息，新户区人员外迁，大量楼盘含拆迁受阻，正闹着要我们支付巨额赔款呢。什么？秦向阳，这就是你说的要转手就赚5个亿？妈的，刚赔了3个亿，现在还要填进去更多。叶律师，秦向阳这种只会口出狂言的废物，根本没有资格执掌秦家。秦向阳，你不是说有十足的把握能赚到钱吗？慌什么？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，怎么成大事？现在立刻调动公司的可用资金，充作赔款。秦向阳，你他妈是不是失心疯了？谁都知道这他妈就是个无底洞，你要秦家散钱，去当全城的笑柄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闭嘴！就是有你这种不知民间疾苦的蛀虫存在，那片的劳苦大众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。叶律师，马上按照我说的去执行。公司账上已经没有可动资金了，那就拿出10%的股份，全部变成现金。是。胡闹！叶律师，你要帮着这个废物，就是与秦家为敌。我是秦家的执行总裁，效忠我就是效忠秦家。妈的，秦向阳，你敢忤逆长辈，还真以为整个秦家都任你宰割了？来人！谁敢？现在离10点只剩下5分钟了，难道你连最后的时间都等不起了吗？等又能怎样？不过是看你垂死挣扎罢了。就是只剩1分钟，1秒，我也能让秦家逆风翻盘。哼，我就当这是你的临终遗言了。时间到，秦氏财团5个亿到账。新户区地价暴涨，咱这次赚了5个亿。什么？大少爷，市里刚刚规划了新的经济特区，就在新户，这下我们真的赚大了。意料之中，不算惊喜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著名的贫困区，怎么会突然被规划成金融中心呢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新户区烂地暴涨，原因到底是什么？二少爷，属下已经查验了，千真万确是市里下了文件。你他妈放屁！这么重要的消息，怎么没人提前跟老子说？属下失察。叶律师，你看到了吧？
秦家要真交到这帮酒囊饭太手里，才是真的完蛋。你的这番操作，还真是有你父亲当年的风范呢。二叔，您别被他给骗了，他怎么可能真的几分钟就赚了5个亿呢？我的蠢弟弟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废。这里面一定有猫腻，等我查出来，你就死定了！从头到尾我都好好的站在这儿，要怪就只怪你自己。赚钱的机会就在嘴边，你都把握不住，就这，还想跟你大哥我抢继承人的位置？问题是，你究竟怎么预料的新户区会地价突涨的？杨洋，不如我们坐下来慢慢谈。很难吗？要是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，还怎么作为秦家？仅仅用几分钟就给秦家赚了5个亿，就算你父亲在世，也很难办到。你快说，你是如何预判的？秦氏集团现在股权分散，如果能得到长辈的支持，对你继承秦家只有好处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不能真跟人说，我上辈子经历过这些事，所以才了如指掌的吧？不说话了，哑巴了，牛逼吹大了，圆不回来了吧？秦向阳，你该不会是侥幸而为，恰巧蒙对了吧？那要不小妈你也蒙一个？小杨，你若是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看还是老实交代吧，这样大家都安心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不过是我之前对新户区做过考察，知道市里要做重点规划，所以在掌权后，第一时间就是趁此努力，好好替秦家赚一把。市里的文件就在这里，千真万确。这么说，你还是有赌的成分，这么做也太冒险了。一个不小心，秦家就会被你拖入万丈深渊。小妈，你搞错了，我是投资人，不是赌徒。我在乎的是收益，而不是输赢。呸！得了便宜还卖乖！我的蠢弟弟，既然我为秦家赚了5个小，那么按照赌约，你名下的那家医药公司，现在归我了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就去办交接手续。走。向阳，朝天那是一时冲动，你知道的。小孩子一时兴起的话，不能当真的。小妈，你不会要帮这个不成器的继承人赖账吧？这公司是你爸爸生前留给他的，怎么能说送人就送人呢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给过他机会，是他自己非要送我。可这说到底都是秦家的公司，给你还是给他，不都一样吗？一样吗？小妈，我用短短5分钟就替秦家赚了5个亿，而他却拿秦家的产业出来压赌作赔，到底谁为秦家着想？小妈看不出来吗？二叔，别看我，谁让你硬要逞强，我也帮不了你。认赌服输，今天不管谁发话，你这个公司我都要定了。算了算了，你的那个公司看着风生水起，其实已经在亏钱了。趁这个机会，正好把这烫手山芋甩出去。好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向阳，你赶紧跟他们去交接公司的事吧。走吧，小妈。朝天，你留下。二叔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混账！朝天，这个秦向阳是什么时候来到秦家的？大概1个月前，叶律师把他带回来的。二叔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现在还只是猜测，我觉得他不是秦家的人。您的意思是他是假冒的？我在秦氏财团当了一辈子，秦家上下有些什么人，我心里一清二楚。秦向阳今天的表现，实在令人超乎想象。那是他运气好罢了，要不是父亲的遗嘱，他压根没机会当上这个总裁。
这也是我疑惑的另一点。你父亲生前几乎没有提起过他，为何偏偏在确认继承人这个档口冒出来这么个人呢？是叶律师，我早就看出来，这贱人没安好心。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只要能证明秦向阳根本不是秦家人，那么秦氏财团的亿万家产就只能都是你的，或者更狠。阿叔，您肯帮我？帮你，也是帮我自己。大少爷，这家公司是秦朝天手下的重要企业，不过平时都是白诗诗替他在打理。看来白诗诗深得秦朝天的信任，是董事长留给他的一张重点牌。叶律师，你听好了，我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总裁，公司上下包括白诗诗本人，都只能认我当主人。是，我会注意的。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，也不想再从任何人嘴里听到什么阿猫阿狗的名字。对不起，我失言了。李小曼，她怎么在这儿？什么？他真的只用5分钟赚了5个亿？怎么会这样？也不知道他开了什么前眼，竟然真让他捡了个大漏，害得朝天只能把公司赔给他。我不能相信，以前从没听董事长提起过有这么个儿子，现在他突然出现不说，还处处抢了二少爷的风头。要我看，这里面一定有鬼。所以啊，我这次来也就是为了这件事。现在公司已经归他了，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。既然这么多年公司都是你在打理，那我希望你用尽手段，让他把公司给我吐出来。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我会尽力去做。毕竟这也是二少爷多年的心血。那你们可要失望了。秦向阳，你怎么来了？秦朝天把公司输给了我，我来自己的公司视察，很奇怪吗？那刚才我们的谈话你都听见了？该听见不该听见的我都听见了。我只是没想到，小妈这么漂亮的外表，底下竟然藏了这么狠毒的心。我对你也算是恭敬，可你竟然想联合外人陷害我。秦向阳，夫人可是你的小妈，你想干什么？白老师，你知不知道，现在我才是这家公司的总裁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那谁给你的胆子跟我这样讲话？还是你手已经不疼了？小妈，我有时候真的很好奇，你能在秦家左右逢源，靠的究竟是你这张漂亮脸蛋儿，还是你出色的能力呢？秦向阳，你放肆！我和白老师还有内部流程要核对，小妈留在这儿是想旁听，还是想签保密协议？叶律师，安排得力的人跟着小妈，好好熟悉一下公司，以后公司的大小事就交给你们了。是，夫人请。白老师，我准你走了吗？秦向阳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然是把上次在家里没办的事给办了。秦向阳，你别乱来，这是在公司。公司不比在家里更刺激吗？要是被夫人看到，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哦，白老师这是担心我，看来丝毫不抗拒发生点什么。你怎么说我也是掌管公司的副总，你不能太过分。这就过分了？那接下来你该怎么办呢？手还疼吗？嘘，小点声，别真让别人听到。问你话呢，手还疼吗？疼。哦，疼。那下次我注意力道，让你确认你听明白为止。现在呢？
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好多了。既然明白了，那咱们继续说正事。你们谁让你进来的？我是奉夫人之命来给大少爷检查身体。出去！我不需要。诗，你没事吧？听不懂人话吗？滚出去！大少爷，您身为总裁，要爱惜自己的身体。你在教我做事。雨宁，你先出去吧。是我不小心扭到了手，需要大少爷帮我按一下。等他帮我按好了，你再进来。那好吧，我就在外面，有什么需要你直接叫我。看不出来，白老师还挺乖的，很好。既然你这么识趣，那我更要倾囊相授了。倾囊相授，保你过了今天，定能满腹经纶。你说你平时那么硬气干什么？你就是再硬，能硬得过我吗？你不碰我，我还没有变态到在办公室对小家雀动手动脚。这次就当做个警告，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和李小曼合谋害我，可就没这么轻易过关了。雨宁，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进来！你找我还有事？叫我什么？大少爷，刚才你都看见了？我只是奉命行事，至于你们之间的恩怨，我不懂，也不会参与。倒是懂得听话。你刚才说是李小曼让你来的，看不出来你很忠心嘛。我只是拿钱办事的，谁给我发工钱，我就听谁。聪明，只是不知道你会不会一直这么聪明下去。既然你这么讲工资，那今晚留下加班，把药剂来源和护理记录整理清楚，双倍加班费照付。白老师也一起。大少爷说笑了，既然是加班，那就按流程走。我也正好有事要向您汇报。我与诗诗敬大少爷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我倒要看看，这次你们还能有什么花招来对付我。你们先吃，我有件事要处理。雨宁，你疯了？这是做什么？嘘，这是二少爷的吩咐。你以为我请他秦向阳吃饭是真要谈正事啊？可大少爷才是秦氏财团的掌权人，害死他，我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怕什么？出了事儿有二少爷担着。况且，这东西只是让人短暂头晕，足够让他在董事会上失态。果然是二少爷的局，幸亏我留了后手，不然又要栽在这份算计里。今天的饭菜看着不错，尤其是这道，快好好尝尝。都愣着干嘛？动筷子。大少爷，我们怎么了？这菜不对劲，不敢吃？没有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好好品尝，尝完告诉我味道。大少爷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对不起，大少爷，我身体不适，我要去趟卫生间。不急，医生已经在路上，先把事情说清楚。不要！白老师，你怎么样？我也不太舒服，请大少爷放我们回去休息吧。先配合取证。求您。既然说是加班，正事没办完，当然不能就这么走。刚好我有几个问题，能不能走，要看你们是否配合调查。告诉我，这菜里放了些什么？没有。撒谎，我不喜欢。我再问一次，这菜里放了什么？
大少爷，我们你们现在是不是头晕乏力？这就是你们原本准备让我在董事会上出丑的效果。那就对了，就在这儿把这场局说清楚，也算有始有终。什么意思？你都知道了？当然，你们还真以为自己的那点小忌讳能在本少面前瞒天过海吗？果然，有些人胆子很大，判断却很小。金朝天不瞒本少前些日子抢了他的风头，派你们来给本少下药，就算本少不出事，也够伤脑子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就冲他这份谋划，等我把证据送到董事会，你可以亲眼看他怎么收场。大少爷，我们为什么还没出事？本少既然看得出来你们的伎俩，自然就有应对的方法。这东西不会造成严重后果，但足够作为证据。现在说出是谁指使你。好难受。大少爷，请教医生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先配合取证。我们配合。清醒了，把会议资料拿来。白老师，现在公司有什么业务？公司主营方向是医药科技，现在有2个项目正在研发，一个是保健品，另一个是基因检测。之前秦朝天主推的是哪个？基因检测，目前我们掌握最先进的技术，无论是申请专利还是投入市场，我们都有信心独占鳌头。好，既然他这么有信心，那我就重点投保健品。为什么？你质疑我？不敢。我敢投，当然是上辈子的经历告诉我，这个会有大量需求，一定能赚。你明白就好，以后想赚钱就按项目流程执行，有疑问会上说。是。你还是拿到了秦朝阳的头发。当然，我既有任务在身，就一定能办得成。这么好的身手和演技，在秦家只当个私人医生，真是太可惜了。诗诗，你怎么了？到底想说什么？云宁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的心思，难道你对大少爷就一点想法都没有吗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对他的态度？还是说你对他也产生了什么非分之想？非分之想？你没听大少爷说吗？我们这样的人，只有按流程执行的份儿。什么非分之想？不过都是痴人说梦而已。不过我还是要问你，你确定要出这个 DNA 检测报告吗？除了这样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那我给你看样东西。现在的大少爷是假冒的，这是他和叶秘书签订的秘密协议，加上你的检测报告，这2样东西势必会让他被赶出秦家，甚至危害安全。你想清楚。所以这个检测我一定要做，才是最好的安排。秦向阳，秦家来电话了，要你马上回去。又怎么了？秦朝天又在背后做什么妖了？还不清楚，但听语气，来者不善。另外，我在财务查到，秦朝天给你的这家公司，面上看起来规模挺大，实际上账目已经严重亏空。想要摆平，只能拿您上次赚的5个亿去填窟窿。我早就知道，秦朝天不可能不给我挖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回趟秦家，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些什么。这么大的阵仗，把我叫回来，是要做什么？你还真敢回来？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大摇大摆的？要我说几遍你才能记住？我是你大哥，在我面前，你要懂规矩。妈的狗屁大哥！凭你也配进我们秦家？你就是街边的一条流浪狗，过了今晚，能不能全虚全尾的出去，
还不一定呢。是吗？看来你这愚笨的小脑袋瓜又想出来新点子来害我了。没有人要害你，都是你自己作死。那来告诉我，我怎么作死了？说到我满意为止。你放开！你个外人，敢对本少动手动脚，你活腻了！好了，朝天，何必跟一个不成器的人纠缠不清呢？像他这样的外人，假冒大少爷，妄图攀附豪门，一飞冲天，就该移交安保和法务处理。冒充少爷，攀附豪门，小妈，敢给我扣这种罪名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你耍强撑。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乖乖当众承认问题，要么本少让你进得来，也别想体面离开。想要本少的命，下辈子你也没这个资格。有这功夫，不如好好担心你自己。万一哪天出事在本少前面，那这秦家可就全都是我的。做梦！够了！自家兄弟在家里大打出手，成何体统？老天，你不是说今天给你大哥准备了惊喜吗？白老师，把第1份惊喜拿过来给大哥看看。是。什么？叶律师不明白，那我给你翻译翻译。自即日起，叶律师与秦向阳签订协议如下：秦向阳假扮秦家大少爷，替他继承秦家亿万家产。事成后，秦氏财团2人3/7分成。我早就说，你为这事儿费心费力，秦家的钱只要3成，实在是太委屈了。今天就由我做主，这钱咱们对半分。秦阳阳，别说了。怕什么？做戏做全套，他们不就想看咱们因为这张协议自乱阵脚、跪地求饶吗？我偏不顺你。你死到临头还敢嚣张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真正的秦氏子孙？凭你也配自称秦氏子孙？你顽劣不堪，鼠目寸光，投资的项目赔了秦家无数家产，你也敢自称秦家子孙？真正的秦氏继承人是要像本少爷，以秦家为己任，赤壁公宗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你赤壁公宗又如何？秦氏财团和你这条野狗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挣的钱还不都是流进本少的口袋里？你高兴的太早。谁说我与秦氏财团无关？证据甩在你脸上，你还敢狡辩？我问你，这协议上签的是不是你的名字？是。是不是你亲笔所写？没错。那你哪来的狗胆与本少叫嚣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野狗给本少断了手脚，拉到街上示众。秦朝天，你真是个跳梁小丑。这张协议不过是主人的任务，你们也真信？你什么意思？事已至此，我摊牌了。介绍一下，叶律师以后就是秦家的大少奶奶。我继承秦家后，秦氏财团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。你们说，我该不该与他对半分？什么？秦向阳，你说什么呢？闭嘴！你他妈演戏上瘾是吧？她是秦家大少奶奶，你怎么不说她是你小妈呢？嘴巴放干净点，角色扮演而已。你跟白老师难道没玩过？你少血口喷人，我们没你们那么变态。哦，所以我的蠢弟弟，一张协议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好，我看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不认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雨宁，把第2份惊喜送给他。看清楚了吗？
这是最权威的 DNA 检测报告。我们俩没有血缘关系，你根本就不是秦家人。这也能称为惊喜。DNA 检测报告，这么隐私的东西，你从哪弄的？你还真以为宇宁是去给你检查身体的？实话告诉我，他接近你就是为了收集这份证据。这张报告是从你手里那家公司做出来的，准确度高达100%。所以你派他往饭里下药，又假意接近我，全都是为了这张惊喜。是又如何？这下铁证如山，我看你还要如何抵赖？这可是你说的，你与我没有血缘关系。那我能不能怀疑你才不是秦家的儿子呢？你他妈放屁！本少从小就长在秦家，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，谁敢质疑？秦向阳，我看你就是狗急跳墙，没话找话。朝天自打出生就养在秦家，你居然还敢倒打一耙，泼进脏水？是不是泼脏水？小妈心里最清楚。没错，秦朝天确实从小就养在秦家，他与我也确实是没有血缘关系。小妈、二叔，你们都听见了，这孙子承认了。你这个下等人，竟敢假冒大少爷，在我秦家作威作福！我以秦氏财团长辈的身份宣布，以后整个京海再无你的容身之处。没错，秦向阳，你冒充继承人，本少要将你挫骨扬灰。那秦氏财团最后一层遮羞布，就别怪我残忍撕开了。什么遮羞布？苏雨宁，把你手里第3份惊喜给二少爷看看。这是大少爷和董事长的亲子鉴定报告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看不明白，那我也给你翻译翻译。这是我和咱爸的 DNA 检测报告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与他的匹配度99%，而你竟然和我的匹配度为0，咱们俩到底谁才不是秦家的儿子？这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你造假！这份报告也出自我手上医药公司，方才你自己说，它的准确度高达100%。你放屁 ！DNA 检测需要当事人的毛发，父亲已经去世，你又能从哪里搞到他的东西？这个问题，你应该问苏护士。什么？我身为董事长的私人医生，保留了董事长的 DNA 数据。怎么样，我的蠢弟？你还真以为苏雨宁是你的女人？他可捏着鼻子听你吩咐，完全是本少的意思。你这个贱人，你他妈背叛我！苏护士弃案投明，何来背叛？老子他妈弄死你！敢动本少的人，找死！朝天，先别着急无能狂怒，本少问你的问题还没回答呢。你方才亲口承认，那张报告显示咱们俩毫无血缘关系。那么究竟谁才不是秦家的儿子？我不管，老子从小生在秦家，长在秦家，这些秦家上下无人不知，老子就是秦家的少爷。你能拿老子怎么办？是，你在秦家白吃白喝20多年，是时候让你全都还回来了。你做梦！老子手里还有秦家10%的股份和几家公司，这是父亲生前留给我的，谁都不可改变。这2样惊喜放一起，父亲就不是你父亲。你说什么？白老师，第4份惊喜拿过来给秦朝天看看。什么？秦朝天与父亲秦阳的 DNA 检验结果匹配度是0。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！秦氏财团是要真正的秦家子孙才能继承，很可惜，你不是。小马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
我为什么和父亲的匹配度为零？为什么？朝天，不要相信他，他这是在骗你，你不要上当。这家公司的准确度可是秦朝天亲自验证过，铁证如山。小妈还想抵赖？你撒谎！你撒谎！晚风，你说句话呀！你说什么呢？放开！你说什么呢？放开！你不能不管朝天啊，他可是你的。贱人，你疯了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关起来！哎，二叔怎么急了？难道您真跟小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秦向阳，你敢污蔑二叔和小妈，你该死！你怎么还叫二叔？你该叫他父亲。住嘴！你这个无耻小人！不会吧？我只是想炸一下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呀！不可能，假的，这是你的阴谋！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清白，那方才听了大少爷的话，这么激动干什么？我要验证，办法多得很，只是我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秦朝天冒充少爷，20年来作威作福，本少以秦氏财团继承人的身份宣布，将其逐出家门，落草为寇，从此他与我秦家再无瓜葛。等等，秦向阳，你爸有遗嘱，秦氏财团10%归朝天，这是你不能改变的事实。小妈，你记错了，父亲说那10%归小儿子所有，他压根就不是父亲的儿子。不管怎样，你父亲也没法活过来收回成命，你能怎样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产被朝天拿走。小妈，你怕是急糊涂了。我现在是秦氏财团掌舵人，这钱我说归谁就归谁。你的意思是要违背你父亲遗愿，不忠不孝吗？那不如小妈现在就下去面见父亲，状告我不忠不孝，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都告诉他，看他会不会来责怪我忤逆不孝。你简直无法无天！对，现在的秦家，我就是天，既当了天，那绝容不下这个私生子继续祸害我秦氏财团。你要把朝天赶出去，明天全京海就都知道这件事，出了这么大丑闻，秦家的颜面往哪儿放？区区人言，何所畏惧？你们做出这样的事还不嫌丢人呢？本少有什么好怕的？谁敢多加议论，本少就让他永远失去说话的权利。秦家和你本就是一体的，秦家颜面尽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不劳二叔的操心了，折腾了这么久，本少也乏了。叶律师，这些人碍了本少的眼，他们不会走，你帮他们离开。来人，收拾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不能把我赶出去！你不能把我赶出去！秦向阳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！终于清静了，这件事办得不错，今晚上就不用你俩加班了。谢大少爷。先别高兴得太快，还有件大事没办。什么大事？哦，他们不用加班。叶律师，你不一样。你正经点，你现在已经是秦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了，咱们俩的协议该兑现了吧？拿了钱，扭头就除掉我。叶律师，上辈子的算盘珠子，这辈子就崩不到我脸上了。叶律师说笑了，什么协议？我可从来没说过。少给我来这套！你刚才撕掉的只是其中一份协议，这东西向来一式两份，我手里还有另一张呢。协议上说得很清楚，秦向阳假冒秦家大少爷，所得财产与叶律师3/7分。可本少现在是秦家名副其实的大少爷，这事谁冒充本少，你找谁要钱去？你这是耍赖！我说的句句属实。叶律师若不服，尽管拿这东西去告我呀。你这是偷换概念，强词夺理。叶律师不会真以为自己那点歪心思本少不知道吧？拿了钱就将本少置于死地，霸占整个秦家，这叫什么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很难吗？你的这点小算盘都看不透，本少还如何稳坐秦家？那你想怎样？本少给你两条路，要乖乖归顺本少，摁灭你的小心思，本少保你荣华富贵；要么和秦乔天一样，被当作流浪狗打出秦家，一无所有，自己看着办。向阳，你如今在秦家一手遮天，何必跟自己人计较呢？可别气坏了身子。我既替董事长打理秦氏财团，自然也是他留给你最好的帮手了。聪明的女人，怪不得跟在父亲身边这么多年。本少也很想见识一下，你的能力到底有多出众。大少爷言重了，以后我一定对大少爷知无不言，坦诚相待。不过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摇身一变，成了秦家真正的大少爷？这就要归功于秦骄天开发的 DNA 检验技术。坐实本少是财阀大少爷的身份，用他的技术将他赶出秦家，这种感觉真是不错。哦，对了，诗诗，回头把这项技术投入市场，我要用它赚笔大的。是。今天可太惊险了，我差点以为你的身份就要暴露了。好在不管怎样，不然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。怕什么？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没能耐啊？那你还有什么能耐？那可大了，不信你问白老师和苏护士啊，他俩亲眼见过。两人同时见证，确实挺大能耐。那叶律师难道不想亲身体会一下？毕竟刚才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，你现在身份是秦家的大少奶奶。少开玩笑，我可没工夫陪你胡闹。不高兴了？只要你愿意，也可以不是玩笑。你对我放尊重点，事已至此，有件事我就不瞒你。哦，是什么？秦朝天有句话说得很对，按照我和你父亲的关系，你得叫我一声小妈。什么？既然说了坦诚相待，我当然要表表忠心了。怪不得你肯帮我，原来还有这层关系在。果然，财阀的艳福真是不浅。别急着羡慕，这样的好事你也有。这是董事长留给你的。以你现在的表现，接管秦家是没问题。但是想让秦家继续发扬光大，还差一样东西。女人，本少根本不缺女人。她可不是普通的女人。豪门有一种生意叫联姻，找一个强大的外援，用来壮大自己的家族。她就是你的外援。我不需要，整个京海没人能和我秦家为敌。寡不敌众的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再说了，这门亲事是董事长生前定下来的，你要不答应，老爷子的面子往哪儿放？面子？死人的面子都是给活人看的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只是想让我借这个机会吞并唐家，壮大势力。既然你明白董事长的苦心，那就赶紧照办吧。本少的事，本少自己做主。就算他此刻真从地里坐下来，也休想强迫本少做自己不乐意的事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想跟唐小姐相见了？不，要见，但是为了生意而见。财阀联姻，说白了就是利益交换。能让秦家开枝散叶的事，本少一定不会推辞。那就好，唐家已经定好了日子，3日后琉璃大酒店
请大少爷赴宴。想必这就是大少爷本人吧？幸会幸会。哦，这是我们秦家的。本少还未到场，这宴会怎么就开始了？这位是？这是秦家大少爷秦向阳，也是秦家现任家主。哦，原来这才是秦家继承人，失礼失礼。唐家主，您客气，请坐。真是让您见笑了，我刚才还错认了旁人。无妨，毕竟本少是京海第一财阀的大少爷，想冒充本少的人多了去了。秦向阳，少他妈给自己脸上贴金！今日我秦唐两家家宴，关你个外人何事？你能出现在这个宴会上，完全是靠本少的面子。我说的对吧，愚蠢表弟？什么？表弟？虽然我们都姓秦，但我跟他云泥之别。向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一见面就咄咄逼人呢？就是平白无故让外人看了笑话。小妈，你们才是外人。别人若笑，也笑的不是本少。大少爷，既然是外人，就不必被他们影响心情了。也罢，看在唐家主的面子上，本少给你们这个脸。这3个位置，赏你们。哼，早就听说大少爷年轻有为，气势非凡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唐家主，您过奖了，在治家之道上，我还有很多要向您讨教的。爸，他不就是个刚继承家产的富二代吗？仗着自己有点权势就为所欲为，有什么可佩服的？婉婉，小女平日在家娇生惯养，让大少爷见笑了。无妨，唐小姐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谁要跟你指教？婉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爸，您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说是两家人一起吃饭，其实您就是想我嫁给这个废物二世祖。什么？婉婉，你要是真能获得大少爷的青睐，那可是咱们家的福气。没错，唐小姐，我要是想娶妻，整个京海分分钟有人上门求亲。只是我一心想把秦家发扬光大。婚事嘛，不急。你什么意思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还配不上你吗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不过我秦家现在是京海第一世家，能跟我平起平坐的，好像还没生出来。爸，您看他还没真正管家呢，就敢这样口出狂言。我要真嫁了这样的人，那我这辈子可就没指望了。哼，既然唐小姐不乐意，我也不喜欢强人所难，这件事就此作罢了。大少爷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们唐家好歹位列京海3大世家，虽说和你们秦家没法争第一，但也算是门当户对。想必唐小姐是脸皮薄，害羞也正常。不如你们就先交个朋友，来日方长，慢慢的就能坦诚相待。是啊，先处着，日久生情嘛。秦香，你可真是个傻子。唐家这么好的人脉，送上门都不有，那就别怪本少先下手为强了。唐小姐毕竟是大家闺秀，这种事谨慎些倒是也无妨。你又是谁？秦家二少爷秦朝天。这个二少爷看起来倒是比秦向阳行善，不过估计跟他一样，都是一肚子花花肠子的二世祖。秦朝天，你是乞丐投胎还是寄生虫转世？看来你又忘了秦家唯有本少一个儿子，就算是本少不要的东西，你也没资格触碰。你别得意忘形，早晚有一天，
我要把你的皮扒下来，让你声名狼藉。好，本少就坐在这里等着。朝天，说话口无遮拦。唐家主，朝天年轻气盛，您别见怪。唐家主，您放心，我这个人虽然没什么耐心，但对女人还是相当宽厚的。联姻这事儿，只要唐小姐愿意，我没什么意见。好，那就由老朽做主，今日就把你们的婚事定了。爸，您怎么这样啊？难道您不知道，前些日子外面都在传，秦氏财团大少爷是个从外面被捡回来的冒牌货，他根本就没有继承权。那都是别有用心之人为了争夺家产，故意扣在大少爷身上的罪名。现在他的身份已经完全坐实，他就是秦氏财团唯一的继承人。反正我不管。他一脸刁钻相，哪有半点大少爷的模样？这婚谁爱结谁结。婉婉，你去哪儿？离家出走！您再逼我，我就不回来了。唐小姐，唐家主也是为了你好，我劝你别这么任性。毕竟和我秦家联姻是你高攀，过了这次，你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我自己做的决定，我绝不后悔。就算再过1000天、10000天，我都不会嫁给你这个废物二世祖。婉婉，婉婉，大少爷，婉婉确实任性妄为过头了。回家以后我饶不了她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强扭的瓜不甜，唐小姐如此坚决，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。您这是气话也罢，今日的事儿到此为止，改日我请大少爷到我唐家小叙，还请您一定要赏脸过来啊。好，唐家主慢走。看来这唐家主还真是死心塌地的要把女儿嫁给我。老狐狸这么着急要把这个亲事做定，肯定另有打算。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这是唐家主不知道你什么臭德行，否则你连给唐小姐提鞋都不配。你们厚脸皮做到现在，吃本少的打本少，还有脸指责本少，横竖唐小姐发了誓，就算是露宿街头也不愿意嫁给你这个废物。秦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，秦家的脸面，你一个外人更是没资格指点。你别嚣张！要不是那2个贱人出卖我，我怎会落到如此地步？这就是无能狂怒，把握不住女人的心，一味只会怪罪别人，可笑！你得意什么？像这样3心2意的女人，能背叛我，就能背叛你。可惜他们对我死心塌地。我知道你嫉妒的吐血，但你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连跟本少叫嚣的资格都没有。秦阳阳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不会那么轻易放弃。等我卷土重来，你死定了。好，那本少就拭目以待。你可千万别再被本少打脸。哼！宝儿，我跟你说，我爸他疯了，非要我嫁给秦家那个废物大少，我不同意，他居然凶我。婉婉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查了，那个秦家大少曾经只用几分钟就帮秦家赚了5个亿，我觉得他也还算是有本事，你嫁过去也不吃亏。你怎么也帮着那个废物二世祖说话？你还是不是我的好闺蜜？我不管，谁要是能帮我把这门亲事搅黄了，我给他1个亿。唐小姐，请留步。是你？唐小姐火气这么大呀？你这样倾国倾城的美人，秦向阳他不配拥有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唐小姐心中烦闷，我有妙计可解，还请唐小姐去加重一许。婉婉，你可算来了，我和朝天都盼着你来呢。有话直说。哦，是这样，上次吃饭，我看你的意思，你不愿意嫁给秦向阳。那当然，我要跟他退婚，谁能帮我搅黄这事儿，我送他1个亿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这件事包我身上。你能帮我？当然，我可不是秦向阳那种只会说大话的废物。我想做的事，还没人拦得住。吹牛！怎么，
唐小姐不信。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虽然这1个亿只是我的零花钱，但你答应我的事必须说到做到，否则我不会轻易放你。唐小姐放心，我与她秦向阳不同，我对自己有数。这么轻松就上钩了，真是个蠢娘们儿。不过她虽然愚蠢，却实在美丽。这样的女人，只有我秦朝天才配拥有。太好了，有了唐小姐的支持，我们的胜算就更大了。虽然他秦向阳实力不容弃取，但我们也不是任他拿捏的。哎，我先声明，我只是想跟秦向阳退婚，再让他承认是他高攀了本小姐。至于你们家内部的斗争，我不感兴趣，也绝不参与。别说是让他跟你低头道歉，事成后，他就是给你提鞋，你都嫌晦气。好啦，朝天，你不是说你已经想出来方案了吗？当然，他手里的公司是我给他的，没人比我更清楚他的那些保健品都是什么货色。你是说在产品里做手脚？不止，他想拿我开发的东西去赚钱，做梦！如果他卖出去的东西吃出了人意，那这公司的口碑可就彻底完蛋。到时候，无论他查清什么，都会把秦家拖到风口浪尖，说多错多，他必然深陷泥潭。我果然没猜错，这秦家龙潭虎穴，简直就是一滩烂泥。我要是嫁进去，指不定会遭遇什么呢？秦向阳，这一次我定要你身败名裂，一败涂地。请，大少爷，今日贸然请你前来，打扰你休息了。唐家主客气了，这么急着找我过来，有什么事吗？实不相瞒，有件事困扰我很久，不得不把你请过来，当面讨教。您但说无妨。我听说你当初短短几分钟就帮秦家净赚5亿，想必你的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。唐家主，您觉得呢？以老羞于见，是否真有此人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，如果大少爷对外宣称有这样一个人存在，对您是百利无一害。这唐家主到底什么来头，竟能想到这么高明的点子？您果然老谋深算，晚辈佩服。大少爷谬赞了，老朽是看大少爷年轻有为，才多嘴一句。是啊，俗话说人怕出名，这个世上多的是见不得别人好的无能废物。嫉妒你的才华和能力，费尽千辛万苦要把你拉下来。尽是些愚蠢无知的蝼蚁，大少爷不必放在心上。以今时今日您的实力，这些人根本不足为惧。哎呀，短短几分钟就让秦家更上了一层高度，你的手腕确实够硬，着实厉害，厉害。您过奖。大少爷，您知道为什么外人对您诸多非议，我却仍然执意要将女儿嫁给你？大概能猜到，唐家没有男孩，唐小姐需要一个强大后援，让唐家壮大势力，后继有人，我就是最好的人选。哈哈哈，看来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豪门婚姻本来就是一场交易，秦家只有你才能扛得起这桩重任。现在令我头疼的就是婉婉，打出生起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，我对她也是骄纵惯了，才在那天的家宴上闹得大家都不愉快。我替她向你道歉。世家大族的女孩有点脾气也是正常，不过您放心，我会调教好她的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婉婉一定要嫁给你。话虽如此，有些事我必须对您坦白。那日家宴你也请了秦朝天来，可我早就与他不共戴天，希望您能明白。那才真是个草包二世祖，这虽然是你们的家事，但事关婉婉未来的幸福。大少爷放心，您有需求，老夫必定全力相助。多谢唐家主，婉婉只有嫁给你才能真正幸福，也只有你才能真正给她带来好日子。唐家主，
婚姻大事不可儿戏，您说了这么多，也没过我愿不愿意吗？你一定会愿意。为什么？大少爷刚接管秦家，根基未稳。既然我要把女儿嫁给你，如果你答应，那我必然倾尽全家之力，保住你秦家的权势地位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。那么，你是同意这门亲事了？当然，唐小姐貌若天仙，娶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又获得了唐家主您的支持，换成世上任何男人，恐怕个个都不会拒绝吧。哈哈哈哈！那我就放心把婉婉交给你了。我们两家强强联合，一定能蓬勃向上。不好了，大少爷，唐婉婉小姐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公开宣布与您退婚。什么？这个婉婉简直胡闹！看来唐小姐是真不想。大少爷放心，我这就给她打电话，让她立刻取消发布会。不必，唐小姐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吧。您要不让她闹这么一场，指不定还有什么后招呢。可她这样做，对您、对秦唐两家都没什么好处。无妨，唐家归根到底还是您做主。至于舆论，我更是不在乎。毕竟我秦大少爷想听的话，要是有人不照办，那我就用钱砸到他照办为止。好，那我们立刻前往会场，免得发生什么意外。各位记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婉婉。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是有一件重要事情宣布。早就听说唐小姐跟秦家大少爷订婚，估计是要官宣了。哎，那怎么没见秦大少爷？就只有唐小姐一人来了。你不懂，现在流行倒追，好好记，这个月流量稳了。我唐婉婉在此宣布，和秦大少爷秦向阳取消婚约，这辈子绝不嫁他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啊！秦大少爷作为京海第一财阀掌权人，居然被当众退婚，这下可有瓜吃了！热搜榜起码置顶半个月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里面一定有内幕，我得挖清楚。唐小姐，请问您为什么一定要跟秦大少爷退婚呢？唐小姐，请问您为什么一定要跟秦大少爷退婚呢？因为我唐婉婉的男人，要么比我聪明，要么比我会赚钱。他秦向阳不过是个刚继承家产的富二代，踩在巨人肩膀上往上跳，有什么可佩服的？但是听说二位的婚事是由唐家主钦定的，您这么做，家里人同意吗？我相信父亲会尊重我的决定。现在是21世纪，婚姻自由，恋爱自由，我才不要嫁他这种脾气大又没本事的二世祖。小妈，唐婉婉这小妞还真去开新闻发布会了。哎呀，这唐小姐家世虽好，这脑子实在是不行。不过有她这么一闹，正好给我们创造了机会。朝天，你可要好好表现啊！小妈放心，我有9种方法让秦相堕入泥潭，9种。既然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就立刻赶往发布会，好好给他秦向阳加点料。我知道，他秦向阳前些日子短短几分钟就替秦家赚了好几个亿。不过我认为，他背后一定有秦氏财团的高人指点，否则凭他一个毛头小子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能力？谁说本少没这个能耐？秦向阳，你还敢来？未婚妻的发布会，本少当然要亲自到场。谁要当你未婚妻？难道你不知道我已经公开宣布要跟你退婚吗？这件事，我劝你三思，不然回头要是反悔了，还得费劲往回圆。不可能！论家世，我与你几乎平起平坐；论样貌才学，我哪样配不上你？凭什么被你这样吊着？这世界上想娶我唐婉婉的人，能从这儿排到法国？是吗？那看来你很有自信啊。那当然，而且我心里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哦，是谁啊？就是在你背后指点你赚钱的那位高人。啊！闹了半天，竟是唐小姐自己选好的人。后门果然水深啊！
本少何时说过自己是受高人指点了？不然呢？就凭你个纨绔二代，你哪里有这么大的本事？是，我是没什么大本事，就是能决定你的婚事。你说的不算。唐婉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爸，您怎么来了？竟敢撕开发布会，跟秦向阳退婚！当着这么媒体的面，你不嫌丢脸，我还要面子。诸位，我在此以唐家掌舵人的身份宣布，我女儿唐婉婉将在下个月初10与秦家大少爷成婚。哦，你看，这事儿明明是你说的不算吧？你耍诈，是不是跟我爸吹了什么耳边风？有那个必要吗？我若想娶，轻而易举。倒是你，反抗不了，那就好好享受吧。哈哈哈，秦骄阳，你个一无是处的老废物，还真做梦能娶到唐家大小姐？这不是秦家二少爷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我听小道消息说，秦家二少爷根本不是秦家主亲生的，前2天刚被大少爷从秦家除了名，我估计他是来砸场子的。秦朝天，本少的订婚宴没你的位置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和唐小姐大喜的日子，我特来送上一份厚礼，带上来吧。这是什么？秦向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贩卖假药，草菅人命！无凭无据，信口雌黄，本少何曾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？要证据是吧？这就是证据。这是死了。诸位，这是医院的鉴定书，此人服用了大量保健品，以致毒发身亡。这种保健品正是他秦向阳名下的医药公司生产的。嚯，拿白氏喝红氏，这秦二少爷心思够毒的。越来越有意思了，豪门恩怨果然有料。铁证如山，秦向阳，这一次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就等着身败名裂，牢底坐穿吧。苏雨宁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幕很熟悉？上次在秦家，他好像这副嘴脸，最后还不是灰头土脸被本少赶出秦家。那是你在背后耍阴招，这次我们可没那么愚蠢了。证物俱在，你必须为这件事付出代价。干什么？想毁灭证据？一张报告而已，谁知道是不是假的？能说明什么？你看清楚了，这上面医院的印章千真万确，伪造不得。几个月前，你也拿着那 DNA 报告，信誓旦旦说我身份有假，要把我赶出秦家。你少他妈转移重点！现在说的是你害人的事。当着这么多记者朋友的面，你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交代。天哪，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的秦大少爷，背后竟然这么丧尽天良！难道财阀就能为所欲为吗？你的命是命，人家的命也是命。秦向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，连你也不相信我？你要干嘛？验尸！验尸！你个杀人凶手，少他妈碰人家！你紧张什么？难道是做贼心虚，怕我戳穿你的阴谋？验就验，老子怕你？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若验了他确实死于你手，老子要你给他赔命！苏护士，验。大少爷，确实没卖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听见了吗，秦向阳？苏雨宁医术高明，他都点头确认了，你还想怎么抵赖？清者自清，无需多言。你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就算你今天破罐破摔，这事儿
也得有个明明白白的说法。人确实是没，但命不能算在我头上。笑话，吃了你的保健品，搭了一条命，你个罪魁祸首就该被拖出去，千刀万剐。本少是不是该被剐，也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岂是你个无耻小人能定的？证据都贴在脸上了，你还嘴强牙硬？我告诉你，这公道向来就在我秦朝天手里，我就是人心。朝天，快别跟他废话了！各位媒体朋友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这就是秦氏财团大少爷，目无纲纪，杀人如麻，这种人怎么配活在世上？小妈，这保健品是什么成分？你应该一清二楚啊！这我怎么知道？愚蠢的表弟，你说呢？你自己的东西，你问谁呢？苏护士，秦朝天忘了，你帮他回忆回信。回大少爷，这种保健品的主要成分是淀粉拌白糖，根本吃不死人的。居然是淀粉拌白糖，这么简单？淀粉拌白糖，这怎么可能吃死人呢？是啊，这种东西人只要活着，几乎天天都吃，怎么可能会致命呢？所以，他的命根本就不能算在本少头上，这分明就是莫须有的罪名。秦朝天，你其心可诛！竟然用这么龌龊的手段来对付大少爷，实在可恶！精彩，真是精彩！竟然想到用这种方法洗脱罪名，可惜，本少早就预判到了，你的这番话压根不是你的保命牌，而是你的催命符。秦向阳，本来呢，我们只是要个交代，可现在是你自己不要脸面，那就怪不得我们让你罪上加糟了。大家听到了，刚才秦向阳自己承认，这保健品是淀粉拌白糖，那这种东西凭什么卖这么高的价？这到底算不算制假贩假、草菅人命？就是，这东西就好比白糖拌饭，这也能叫保健品？还拿这个出来卖钱，财阀生意真他妈黑！曝光，而且还吃出了人命，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曝光出去。诸位，请听老朽一言。大少爷虽然刚接任秦家不久，但他的能力和人品绝对没有问题，是断不会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的。唐家主，证据就摆在这里，您还敢站出来替这孙子脱罪，就不怕唐家因此受牵连吗？秦朝天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与唐家无关。好一个深明大义，你演的可真像，但我就要牵连唐家，又能怎样？今天谁敢为秦向阳求情，视作同罪。收拾完你，下一个就是唐家，我要看着你们一个个家破人亡。疯子，你简直就是疯子！对，我就是疯子，更疯的还在后头。敢帮秦向阳的人，在本少这里，一个也逃不掉。秦向阳伤天害理、丧心病狂，这样的人就该被当作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秦朝天，这东西还是你执掌公司时研发的，你才是罪魁祸首。你少他妈把脏水往我身上推！我研发的，谁能证明？谁看见了？就是秦向阳，公司现在是你的，出了事儿就得你来负责。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，要么交出秦氏财团总裁之位，夹着尾巴做人，要么给这位兄弟偿命。秦朝天，要想当狐狸，尾巴就得藏好。你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不还是为了独吞秦氏财团的万亿的家产吗？你放屁！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而是理，不是有钱就有理。这个秦二少爷看着不聪明，说出来的话倒是很有道理。是啊，他这样敢于和强权做斗争，实在令我钦佩啊！像这样的正义之士，我们应该将他保护起来。我们支持二少爷！二少爷！诸位，像秦向阳这种败类，
玷污的是我整个秦家的名声。今日他可以不仁，我却不能不义。在此，我要当着大伙的面，让这位无辜的兄弟起死回生。什么？起死回生？这二少爷什么来头？生死天定，他还能逆转天命？好一个起死回生，只怕这人根本就没死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秦向阳，你怎么还说风凉话？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个纨绔富二代，没想到你连最基本的责任都不敢承担。真是幸亏没嫁给你。婉婉，现在事情还没搞清楚，不许对大少爷无礼。秦向阳，我知道你现在羡慕嫉妒恨，可没办法，你干出这样的龌龊事儿，自己又不愿承认，那身为家人，只能替你扛起责任了。哼，他又不是大罗奸仙，岂能转还生死？你们真当大家是傻子不成？闹出了人命还跟没事人一样。就是，二少爷替他擦屁股，他还说风凉话，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秦向阳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果然，你有的地方很大，有的地方就很小。把你的脑子从脚后跟里拿出来再用一次吧，就该知道，这每一环都是秦朝天安排好的诡计。唐小姐，别听他胡扯。秦向阳，我可不像你，敢做不敢当。诸位，这就是我们公司新研制出来的起死回生之药。今天我就要当着大伙的面，让这位兄弟再次获得新生。秦朝天，你少装神弄鬼，哪有什么起死回生？只有他根本没死。我就喜欢你这副苦苦挣扎的样子。无所谓，等这人真的活过来，你就会被千人锤，万人骂，永远钉在耻辱柱上。好，我就等着看咱俩最后谁会被钉在耻辱柱上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天哪，竟然真的醒过来了！啊，这起死回生，世上竟真有这种事，这秦二少爷神了！秦二少爷才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就是需要二少爷这样有责任心、舍己为人的模子。他居然真醒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，秦向阳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确定他是吃了你的药才醒过来的？这不大家都看着呢。是啊，我们都亲眼看着呢。这个人就是服了药才清醒过来的。如果我说这是秦求天精心策划的障眼法呢？秦向阳，老子长这么大，没见过你脸皮这么厚的人。事实摆在眼前，还在狡辩。此人提前服用了一种安神药，看起来无脉无呼吸，实际上和睡着了差不多。秦田天所谓的起死回生，不过是提前中断了他的睡眠，人自然就醒过来了。你以为自己编个故事就能颠倒黑白吗？这下实锤了，二少爷简直是当代华佗，像二少爷这样的良心商家必须支持。二少爷公司叫什么名字？以后我就支持他家的生意了。说什么财团，赚的不还是我们普通人的钱？看我这就曝光！看，让秦家彻底破产！诸位，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冷静，一定要冷静啊！不清楚吗？本少看再清楚不过。唐老爷子，您不会是怕连累了唐家，才要帮秦长阳这个废物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唐小姐貌美如花，嫁给这么废物，
我真替他感到惋惜。不过也没什么，谁让他有个无能又眼瞎的爹呢？大少爷，不好了，咱们公司股价暴跌。什么？现在热搜上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公司口碑急速下滑，股价面临崩盘。看到了吗，秦向阳，这就是范仲谋的下场。立刻动用所有资金，抄底回收公司股票。没用的，这次可是全面崩盘，你手里那点钱翻不了盘。我以为你多能耐，原来也只是狗急跳墙啊！你买的越多，赔的越惨。过不了今天，你就只能当一个穷光蛋。大少爷，不成啊，股价下跌的趋势抑制不住。等我拆穿了秦主天的阴谋，公司股价一定会触底反弹。到时候我一转手，至少能再赚300亿。我还得谢谢秦朝天，又给我送了一大笔钱。无所谓，继续，能抄的全抄。你是知道没办法了，就开始破罐破摔？要不你跪下来求我，乖乖交出秦氏财，我可以考虑留你一条贱命。秦朝天，别用你的阴谋诡计挑战我的实力，邪不压正。哈哈，你秦氏财团已经濒临破产了，你现在已经人人喊打，你还想怎么翻身？无知者无畏，愚蠢的表弟，就这几招就想置你大哥于死地，做梦！唐家主，要不要跟我一起正比大？大少爷想怎么做？拿出唐家的钱，投我的股票。秦向阳，你疯了吗？你秦家现在就是个坑，你还拉着我爸去跳。就是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要死还拉个垫背的。唐家主，他秦向阳现在已经声名狼藉了，你要出手帮他，到时候输的可是自己的家产。没准儿还有宝贝女儿。谁是谁非，老夫心里明镜似的，用不着你们这群混账来多嘴。爸，你一向出手谨慎，现在怎么铁了心要给这个二世祖擦屁股？老爷子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您要跟我秦朝天作对，输光了家产，就算唐婉婉给我做小，也救不了你们唐家。你胡说什么？跟我作对，我让你有命进，没命出。朝天，你看，咱们公司的股票涨了！太好了，这真是老天有眼，正义必将胜利。秦向阳，我现在才是主宰者，我要拿出全部身家，置你于死地。什么？马上把公司全部股票套现，全部用来砸秦向阳的盘，全部变现，要不留点儿，小心为上。怕什么？如今的局面已经全部都在我掌控之中。我说让他今日死，谁敢救他到明天？有魄力，这是我见过你最硬气的一天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玩火太过，只会自焚。不可能！朝天，秦洛阳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你把所有东西都投进去，万一出了岔子，咱们先前的努力可就都白费了。小妈，你怎么向着这废物说话？他现在已经是人人喊打了，我就要在这个时候一举置他于死地。怎么样，秦向阳？小爷现在有的是钱，你还想怎么翻身？秦朝天，别把自己想得太厉害，只要我想，随时能让你一败涂地。很好，我就喜欢你死到临头还在嚣张的样子。
秦朝天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个跳梁小丑。我要是你，就立刻收手，从此夹着尾巴做人。笑话！我不仅不收手，我还要把全部家产都压进去，把你的骄傲一点点碾碎。这秦上阳真是不知死活，事到如今还敢羞辱二少爷。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2天了。完了，秦朝天把我们的骨架砸到谷底了。秦朝天是要跟我们鱼死网破。看到了吗，秦向阳，这就是资本的力量。你的身价现在是我说的算。唐家主，你放心，这局我一定能翻盘。可是我们把钱全都投了进去，连个水花都没翻起来，这下他是真要让我们赔得血本无归。我的背后是整个秦家，跟我作对，他秦朝天没这个实力。你快别提秦家了，他现在的架势是要连你和秦家连锅端。唐家主，您真相信世上有起死回生药吗？什么意思？他鼓吹自己的药能让人起死回生，这才口碑上涨。但倘若我能证明他那药不过是故弄玄虚，是不是就能粉碎他的阴谋了？你说什么？这药已经吃进肚子里了，你还能怎么证明？秦向阳，老子就钦定今天当做你的忌日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谁忌谁还不一定呢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秦向阳，你要当众害死朝天不成？怕什么？他秦朝天不是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吗？就算他出了事，小妈你再让他活过来不就行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刚才我给他吃的可是全世界最剧毒的鹤顶红，疗效凶猛无比，吃下去3分钟内必染必灭。什么？你竟敢给我吃毒药！秦向阳，你还嫌不够乱吗？现在又闹出这些事来。他秦朝天手里有逆天改命的灵药，鹤顶红何所不惧？秦向阳，跟我玩阴的是吧？是你在跟我玩阴的。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有什么遗言赶紧说。闹钟一响，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你少他妈吓唬人，真当我好糊弄是吧？继续，嘴硬也算时间啊。哼，无所谓，谁怕你？有骨气。不过本少一向说到做到，我说你会死，你必然会。朝天，不行就认了吧。秦向阳一向手腕毒辣，不会撒谎，他不像是吓唬你。他竟敢当众杀人，他不要命了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他死不足惜，但扎上你不划算啊！秦朝天，不想说实话没关系，本少有的是时间。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，是吗？那这位起死回生的兄弟是怎么回事？他吃了你的保健品，暴毙身亡，是我的药把他救活了。本少懒得听你这些废话。既然你不肯说，那就永远闭嘴吧。这算什么？屈打成高。怕什么？反正二少爷手里有灵丹妙药，待会儿狠狠地打他秦朝阳的脸。小妈，我好难受，感觉已经喘不过气了。朝天，不行你就认了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不管，不说。秦向阳，你好狠的心！心疼他，那要不你也陪他一场？秦朝天，我没那么多功夫陪你浪费时间。最后给你5秒时间，5、4、3、2、1。5、4、3、2、1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大哥。
再给你一拳，顺着哪儿错了往下说。我不该拿假药骗人。什么假药？能起死回生的假药。既然不能起死回生，那这位兄弟没脉没呼吸是怎么回事？他是假死。怎么假死？我给他吃了一种特殊的药，摸起来没脉，但其实就是睡着了。所以你就用这招来诬陷我，即便要不了我的命，也能让我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我因为你的一句话就丢了秦家的产业，不合适吧？不合适。你因为吃了颗糖豆就丢了小命，也不合适。更不合适。什么？糖豆？秦向阳，你个混蛋，竟敢耍老子！话是你说的，事儿是你做的。本少从头到尾干干净净的站在这儿，何来戏耍一说呢？要不是你骗我那是高级鹤顶红，我怎么会说出这些话？本少给过你机会，若你真有起死回生药，你在怕什么？真相居然是这样！这秦二少爷藏的竟然这么深，我们竟然都被他骗了。秦朝天谎话连篇，仗势欺人，欺骗大众，罪无可恕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方才我们大家都听到了。就是你带人演了这么一出戏，就是为了诬陷大少爷。误会了，大家稍安勿躁。小妈，有什么可误会的？从头到尾，他招了个干干净净。向阳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你何必执意为难你弟弟呢？我为难他？小妈，若是我被他陷害至此，你说他秦朝天会不会放过我？又会不会想置我于死地？不过小妈提醒的对，身为大哥，我有责任和义务好好教表弟什么叫恭敬顺从。我愚蠢的表弟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。他妈做梦！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花拳绣腿，不堪一击。本少问心无愧，却让人陷害至此。诸位，你们能答应吗？不答应！秦朝天，你刚才说本少手里的股票是你捏着，那你再睁开眼睛好好看。这涨了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什么情况？秦阳的股票刚才还在谷底，现在居然逆风翻盘。凭本事赚钱很难吗？怎么会这么快？这下我的钱没了。我说过，你的算计在我眼里不过是跳梁小丑。如果我一开始就把你摁死，又怎么能从你手里赚这么多钱？不可能，我们可是投了全部身家啊！这下全完了，全没了！我不信，刚才我还把他摁得死死的，现在怎么说涨就涨了呢？谁让你惹了不该惹的？你自导自演一场大戏，最后玩砸了，你当然要承受他们的怒火。不可能！我还有机会！我还有机会！不管你有什么招数，我都会把你摁在地上摩擦。不，我的钱不可能都没了。朝天，你怎么了？快醒醒！带人收拾了，你们都看到了，是他自己破防的，跟本少无关。带走。哎呀，大少爷，不得不说，
你的手段和智慧真是高明。唐家主，您过奖了。竟然想到如此激怒秦朝天，来引他入局，随后又证实了他手里的药是假的，继而把他的钱全部套牢，真是高啊！爸，您怎么对他赞不绝口的？太冒险。虽然他这波赢得漂亮，但这也太冒险了。婉婉，唐小姐误会了，必胜的局而已，不存在冒险。不过老夫确实有问题，想再请教一下大少爷。您但说无妨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那个人是假死的呢？当然是一开始，秦乔天早就视我为死敌。从他带那个人来开始，面上就不会露出破绽。而我不过是想将计就计，是腐肉烂到一定程度，才好动刀出去。这次我必须引得秦朝天投入全部身家，才能让他再无翻身可能。好啊，如今看你的手腕和格局，已经足够站在世界之巅，老朽着实是佩服啊！想成大事，必须按耐得住寂寞，更重要的是要有放手一搏的勇气。吹牛！事已至此，我便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。大少爷，这件事平息之后，有一件事就变成当务之急了。什么？曲婉婉？爸，你怎么又提这个事？唐家主，这事儿恐怕急不得吧？这事儿只有赶紧办，我心里才能踏实。你们就先把婚结了，感情再慢慢培养。就这么定了，下月初10，你们办事。您慢走，有空再来玩啊。向阳，你真的要答应和唐小姐联姻？不然怎么办呢？唐家主是铁了心要把闺女嫁给我。那就恭喜你了，觅得佳人。叶律师这话，我听着怎么大有深意啊？能有什么深意？唐小姐家世好又有钱，换作是我，早就上赶着要娶她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就当我没说，你自己的婚事自己决定吧。无妨，关心则乱嘛，我原谅你了。还挺大度。其实我也只是担心，唐小姐如此不情愿，恐怕会做对你不利的事。她只是耍小女孩脾气，想我低头认输罢了。和我联姻，对她唐家百利无害。她为什么不答应？按照你的吩咐，我去调查了秦朝天的资金来源，我发现唐小姐也参与其中了。这女人还真是胸大无脑，秦朝天的鬼话她也信。那要不要就这件事跟唐家主好好谈谈？不用，这笔账暂且记下。等我们成了婚，我有的是办法让她长记性。还有一件事，秦晚风刚才紧急召开股东大会，你要不要过去看看？老东西是为了帮秦传天擦屁股，还想倚老卖老把秦家夺回去。那你预备怎么办？根本不用办，秦朝天这脑子就是遗传的老家伙。不过他想引我入局，我倒是可以入给他们看。正好料理了最后这档子事儿，我就能真正作为秦家了。小妈，我还没说，我没说。当然，朝天，你先别激动。我已经联系了你父亲，让他联合秦氏财团董事会，一起帮你夺回秦家。您说的是二叔？你应该叫他小妈，我知道了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他能帮我夺回秦家，他就是我亲爸爸。向阳，前些日子秦氏财团股票异动是怎么回事？
发生的事情都有新闻报道，二叔应该好好看看。听说是你公司的产品出了岔子，被爆出来出了人命。你说你也太不小心了，险些害咱们秦家破产啊！这件事的幕后主使，二叔不知道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横竖是你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？我早就说过，你还年轻，秦氏财团总裁的位置你当不起。到了这个地步，还想替你的好大儿脱罪，也罢。那我就让你好好看看秦朝天的真面目。二叔，关于幕后主使是谁，我心里已经有了人选。您如果有兴趣，我请您一起去看场好戏，一定给您送上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去了就知道了。到了地方，您只管看戏，别的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大少爷，二少爷和秦氏财团众董事有请。来的正好，备车。本少和二叔要去秦氏财团。晚风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了，我们一致觉得秦氏财团总裁还是由您来担任最合适。老董事，您说笑了。现在秦氏财团在秦向阳手里捏着，哪儿还有我的立足之地？二少爷，您这说的哪里话？在我们心中，您才是秦氏财团的继承人呢。他秦向阳接手公司以来，屡屡陷公司于动荡，这可是之前从没有过的。你们说的没错，秦向阳就是个无能废物，现在攀上了唐家，就更是霸道无理，为所欲为。就算他姓秦，但没有我们这些元老的付出，哪来秦氏财团的今天？他想称霸整个集团，我第一个不答应，我也不答应，我也不答应，我也不答应。看到大家都支持我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已经派人去把秦向阳那小子喊过来。今天这个总裁的位置，他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叶律师，把声音给二叔打开，让他能听到里面的谈话。这不是朝天吗？不可能，朝天绝不会做危害秦家的事。嘘，二叔，好戏马上开场，您听着就行了。先前我中了秦向阳的算计，被他从秦家赶了出来。二少爷不必担心，我们在秦氏财团都是占了股份的。我们的就是二少爷的。没错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只要咱们齐心，那秦向阳必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诸位放心，我秦朝天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今天若是事成，在座各位的股份每人多涨5%。谢二少爷，二少爷大气。本少还没发话，谁敢私提瓜分股权之事？你个废物二世祖，居然真敢！站起来！你想干什么？没规矩的东西！这是董事长的位置，谁给你的胆子坐在上面？狗屁董事长！很快你就要被扫地出门了。怎么，你以为请来几个老家伙就真能把我从秦氏财团赶出去了？够了！秦向阳，二少爷是你弟弟，你怎么能见面就对他不依不饶的？主子说话有你什么事？秦向阳，这些都是秦氏财团的发家元老，你就是这样对长辈们说话的吗？我是秦家现任董事长，你个废物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。秦向阳，你……秦向阳是你能喊的，怎么叫我？我他……谁他妈嘴巴放干净点，没大没小，
告诉我需要我教你怎么喊哥吗？大哥，没吃饭吗？大声点儿！大哥！秦朝天，你在我眼里就是个无知无能的废物。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搞事情，到底仗着谁的势？秦向阳，你别嚣张！你还想挨打？够了，秦上阳，公司不是任你嚣张之地。这些年没有我们的付出，就没有财团的今天。就是，公司虽然姓秦，可我们这些人从年轻时候就跟着董事长闯天下，创立秦氏财团的时候，还没你秦向阳呢。狗仗人势，凭你也配进秦氏财团？你是依靠秦朝天的小妈才进的公司，你这细狗一样，能满足他吗？你秦向阳，你敢侮辱我小妈！反了反了，果然是个狂妄的二世祖。这公司是用我们的心血铸成的，我们也有话语权，我们也是一份子。秦向阳，今天你必须交出总裁的位置。交给谁？交给你这个背后捅秦家刀子的人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上次在我眼皮底下动秦家的账，我还没跟你算。什么账？二少爷怎么会对秦家不利呢？难道你们不知道，前2天秦氏财团股价暴跌，正是你们所谓的二少爷干的好事吗？若不是本少出手，此刻你们几个老东西就已经跪在街边要饭了，哪还有资格在这埋怨我？你放屁！明是你在背后操盘，联合唐家那老头阴我，否则我怎么可能一败涂地？愚蠢的表弟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在背后操盘了？更何况，你既然做了那么大一场局，要颠覆整个秦家，身为总裁，那本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。这叫正当防卫，你记住了。二少爷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秦氏财团的崩盘危机确实是您谋划的吗？妈的狗屁正当防卫！这秦家原本就是老子的，你他妈不过是个野种，你不配跟老子嚣张！当初要不是那个老藏头到处配种，本少一定是秦家二少爷，哪有你这个小孽种的事儿？老子才他妈应该是秦家嫡子，那就是被丢在外面的一条狗，在老子面前，你就是坨狗屎！二叔给了你生命，你竟然对他如此怀恨在心。怀恨在心？老子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！老子落魄至今，他就是罪魁祸首。无能者的普遍特点就是阴阴狂吠，愚蠢的要命。接下来发生的事，你怨不得任何人，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你他妈就只会嘴上嚣张，秦向阳，老子就是要置你于死地，你死了，秦家自然就是我的。所以你就要对秦家下手，想让我一无所有？对，就算杀不了你，没了秦家，你也就是废物一个。还有那老藏毛，了结了你，接下来就是他，谁敢阻拦我继承秦家，就都得死。好，本少就站在这，看今天究竟是谁命丧黄泉。你以为老子不敢吗？老子他妈杀了你！二少爷，你要干什么？二少爷，你可别乱来！不知好歹的小畜生，还不快住手！朝天，冷静！二叔，小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叫二叔，叫爸。你个逆子，竟藏了这么多狼子野心！要不是我方才亲耳听见，我竟不知道自己养了这么个忘恩负义的畜生。二叔，不，爸，不是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
你的那些无造话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晚风，他可是你亲儿子，你别冲动。二叔，您别动气，为了这么个白眼狼，不值得。不是这样的吧？是秦向阳，这是他做的局，他陷害我。什么陷害？方才不是你亲口说的吗？杀了秦晚风，还想要我的命，家门不幸啊！看你给你爸气的，还不跪下磕头道歉！秦晚风直言犯上，目无尊者。我以秦家家主的身份宣布，赶出秦家，族谱续名。从今天起，此人与我秦家再无瓜葛。秦向阳，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另外，你行迹疯魔，危害他人，看症状是得了狂躁症。叶律师，派人送他去疯人院。晚风，你说句话啊！二叔没有决定权，叶律师带走。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爸，你救救我！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愚蠢的表弟，我说过，今日你求不了任何人。小杨，二叔，放虎归山，形同自断后路。秦朝天纵然奈何不了我，却绝不会放过您手里那份财产。您想清楚。爸，我错了，我混账，我不敢了。可他身上毕竟也流了秦氏的血，是你的血。你若真的心疼他，不如就去疯人院陪他。我会给他找最好的大夫，教他学会什么叫安静。爸，你说句话呀！你不能听他的，他这是要杀了我呀！你救救我，我不敢了！妈的，放开老子！老子没病！立即安排 VIP 病房。本少看他已经犯病了，务必把他改造成一个正常人。小妈，不能让秦向阳把我带走，他要杀了我，他会杀了我的！朝天，秦向阳，你好狠的心！小妈心疼她的宝贝儿子，那不如就去陪他吧。叶律师，给他也开间病房，让他全程眼看着秦长天改造。这一招就叫杀人诛心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晚风，救命啊！造孽呀！竟是这个逆子背后策划了一切。是啊，本来我还可以给他一条生路，可他这么不识抬举，想把我们都置于死地，那就是他作茧自缚。小杨，秦家现在已经踏踏实在你手上了，你能不能留朝天一条性命？我的好二叔，他的命只会脏了我的手，就算他上赶着送，我也断不会为他脏了自己。看了这么久的戏，都累了吧？有什么感想，最好现在说。大少爷饶命，我们是被秦朝天给蒙蔽了呀！是，还有秦晚风对我们威逼利诱，说我们要是不帮着秦朝天，恐怕就没命走出这个屋子。哦，还有这层关系。你们血口喷人！老秦，你赶紧认清形势吧，我们拧不过大少爷啊！你做的这一切伤天害理，还是快点求大少爷宽恕吧。你们竟敢背叛我！墙倒众人推，我终于知道秦朝天那股子蠢劲是遗传谁的。二叔，我本也不想赶尽杀绝，可惜你不给我这个机会。成王败寇都是命，都是命啊！我从不信命由天定，我只信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二叔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大少爷，人已安排妥当。二叔，我的朋友在北极开了个疗养欢游所，您过去小住一段时间，也好调理调理身子。说是劝我，其实你早就打点好了，我不答应也得答应，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您是个体面人。走吧，秦晚风。
他要是体面，你就让他体面；他要是不体面，你就帮他体面。你放心，你父亲活着的时候，我也这么送过秦晚风。这场恩怨，是时候结束在你们这一辈了。这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。明日，本少要举办就任仪式，正式接任秦家，成为秦氏财团唯一家主。恭喜大少爷，我等为家主马首是瞻。昨天你们是没看见，真是好险，差一点秦家落到秦朝天手里了。好在我家大少爷有勇有谋，秦朝天就是他的脚趾头都比不上。你家的，这么说，秦向阳是属意于你了。哟，这不是唐婉婉大小姐吗？当初口口声声说要跟我们大少爷退婚，怎么现在反悔了？苏雨宁，你只是个贴身护士，竟敢对本小姐大呼小喝！哎，好啦，都是秦航阳的人，何必见面就闹得这么僵呢？婉婉，今天是秦向阳正式继任秦家主的日子，你怎么又到处乱跑？唐小姐，又见面了。秦向阳，虽然你最近的表现确实能称得上奇才，可是就凭这些，还不足以征服我唐婉婉。婉婉，越发没规矩了。秦向阳，你实话实说，你背后到底有没有高人指点？你怎么就那么认定我背后有人才能坐上今天的位置？今天大家都在，你问他们吧。唐小姐，我愿以性命担保，秦向阳绝对是凭自己的实力走到今天。是啊，唐小姐，这些我们都可以作证。怎么样，婉婉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还不信？想不到你竟然真的这么有本事，秦向阳。现在看来是我配不上你。我现在想嫁给你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你肯嫁，我就肯娶。谢谢。好了，向阳，时间到了，你该上台发表就任演讲了。诸位，秦氏新生，我秦向阳今日继承秦家，正式就任秦氏集团总裁。在此，我向大家承诺，一定会带领秦氏集团创造更大的辉煌，提高大家的福利待遇，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。好，谢总裁，谢总裁。